岛山安昌号是韩国自行研制的 KSS-3型常规潜艇首艇。项目于2007年启动，历经11年精心打磨。2018年9月14号，岛山安昌号在韩国庆尚南道大宇重工玉浦造船厂下水，韩国总统文在寅亲自出席了下水仪式。岛山安昌号艇长83.8米，宽9.6米。艇体结构与韩国海军的 KSS-2型潜艇相似，均采用流线型艇体、十字尾舵和混合壳体结构设计，具有较好的水下抗压能力和机动性。不同的是，岛山安昌号的水面排水量3358吨，水下排水量3750吨，几乎相当于 KSS-2型潜艇的2倍。其实就艇型而言，岛山安昌号基本是照搬了德国216型潜艇的设计，是214型潜艇的放大版。岛山安昌号采用 AIP 推进系统，水下自持力超过20天，能长时间在海中静默航行执行作战任务。该艇潜航速度20节，水面航速11节，8节航速下水面航程超过1万海里。有韩媒称，岛山安昌号国产化率达到76%，但是这种所谓的国产化率实际上含金量很低，很多艇载设备是外国授权韩国生产。就关键的艇载子系统来看，动力装置沿用了德国214型潜艇的氢能高分子电解质膜燃料电池，艇首声呐、侧舷声呐、水雷探测声呐由法国泰利斯集团提供。光电桅杆来自法国赛丰集团国防电子公司，水面探测传感器来自西班牙英德拉集团，火控系统来自英国巴布科克公司的综合武器火力控制系统。不过 KSS-3型潜艇的武器系统却拥有相当的韩国国产特征。岛山安昌号级拥有6具艇首533毫米鱼雷发射管，可以发射韩国自制 K731白鲨鱼雷或海星反舰导弹。它最大的特点是，作为常规潜艇，罕见的拥有6具导弹垂直发射系统。这一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是由韩国斗山重工研制，既可发射韩国自研的玄武44潜射弹道导弹，也可发射玄武3系列巡航导弹。玄武44是在玄武2B 近程导弹基础上研制的，最大的射程约500千米，而玄武3C 号称韩国版战斧巡航导弹，对地攻击射程可以达到1500千米，采用了先进制导系统，具备较高命中精度，具备了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。因此，一旦发生战事 ，KSS-3型潜艇在韩国近海发射的导弹足以覆盖朝鲜半岛全境，甚至周边邻国的一些重要城市也会处于打击范围之内。这对于缺乏战略纵深的韩国而言，极具战略意义。纵观韩国已有的3型潜艇，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潜艇的主尺度和排水量均呈递增之势。最新的 KSS-3型潜艇在排水量方面已经接近常规潜艇的上限。这表明韩国是通过常规潜艇的不断大型化来积累经验，最终目的是发展核潜艇。而早在2018年，韩国国防事业厅的确曾委托智库论证如何自行建造5000吨级攻击型核潜艇。有分析指出，韩国对军事力量的巨大投入与美国对韩国的解禁与鼓动密切相关。美国最初是通过美韩导弹发展协议严控韩国弹道导弹射程的。1982年，韩国自行研制的玄武1弹道导弹试射成功，有效射程达到180公里，有效载荷450千克。美国随即要求韩国保证不研制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弹道导弹，向美方上报确定装备的数量和质量，并且在美国的监督下生产，直到90年代才装备韩军。但近年来，美国不断地对韩国松绑。2017年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韩国可以研制最大射程达800公里、弹头重量达2000千克的弹道导弹。这使韩国启动了玄武4弹道导弹的研制。今年5月，拜登更是在文在寅访美期间宣布，不再对韩国发展弹道导弹施加限制。对于美国的松绑，韩国不乏有识之士提醒，在进行国防建设的同时，应该全面考虑本国安全环境，避免加剧半岛紧张的局势。韩国这些国家呢，也不愿成为美国的马前卒，不愿意把美国的中程弹道导弹放到本国的国土上。那么美国方面自然我们说退而求其次允许韩国方面生产、制造、研发更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，然后来借此呢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
造成足够的压力。这个我们说实际上是美国人的一招毒计啊。